戴着口罩吃东西，说了一遍还吃，怎么你没说？你为什么要吃东西？我问你。这边就是你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吃东西就是黑暗，我吃东西的目的，他居然问我吃东西的目的是什么？10点40的车，你为什么不能提前吃？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应该有小赚吧。我昨天节目的操作思路还挺准的，你们还记得不？在昨天节目的末尾啊，我说以太坊你们怕踏空的话，可以在1260、1220以上一层一层的建仓啊，10%、10%的买入，做个短线。那如果说你们昨天及时的收看节目了，跟上了。那今天应该都赚钱了啊！说到了做短线嘛，之所以面具人我为啥说要做短线啊？因为呢，我不知道你们在买币的时候喜不喜欢算账啊？我估计大部分人是不怎么算账的，尤其是新手啊。其实面具人我早期也不算账，但是呢，交易这东西小账不算，日积月累起来，最后就都是大账了。你做长线，你现在买。咱不说亏损套牢啊，你现在买长线，就算它横盘或者是涨涨跌跌，而你又没有套利，就在那儿放着，那你就是在亏钱，对不对？你这钱还不如存银行拿利息呢，连通货膨胀都赶不上，是不是？今天面具人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市场消息啊，对于整个经济局势的一些判断。我们可以根据大环境来判断一下接下来的操作思路。那在我说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在留言区回复，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那也有可能我忘了说啊，那就是没有数字，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随机抽取1名，给你直接转账奖钱。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来讲正题啊，我们先来说一个现象啊，就是之前我们都觉得比特币是避险资产，对吧？而实际上呢，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加密货币比特币的表现并不好，甚至是死得最惨的。但是现在这个现象啊，好像有点转机了。我这儿有一个报道啊，讲的是欧洲人在面对货币贬值危机的时候，绝大多数欧元和英镑的持有者选择购入比特币来保持他们的财产不贬值。那这种趋势啊，是在2020年或者2021年之前经济低迷的危机中没有出现过的。也就是说，以往出现一定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很多人还是相信法币的。不过呢，在这一次的经济危机，很多人就开始把法币换成比特币了。但是这中间有一定原因，很多人都愿意把法币换成比特币，但是没有把这个法币换成以太坊啊。以太坊看来这个公信力各方面还是不得欧美人士的喜欢啊。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为啥今年经济危机很多人愿意把法币换成比特币啊？其实也不算今年吧，也就是这2个月才出现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面具人我总结的原因是用户基数啊。因为欧元、英镑等法币现在跌得太厉害了，都是10个点朝上的跌幅。那这种情况吓坏了很多人啊，因为法币跟你加密货币资产是不一样的。你在一个国家生活生存，这个国家的法币就是你全部的资产啊。你可不像你买个加密货币用10%的仓位、20%的仓位，它跌个10%、跌个20%你不是很疼。但是你要在这个国家生活，你所有的钱都是法币，这个法币一跌，就相当于你梭哈被跌了，听明白了没？所以呢，法币一跌会造成很多人的心态，就跟你买币大跌是那种一样的感觉啊。欧元、英镑都在大跌。
反观呢，近期的比特币却不怎么跌了。哎，我告诉你们是为啥啊？倒不是说比特币多么强势，主要是因为比特币早就已经提前铺盖过了啊，已经提前铺街给大家看过了。现在比特币是一大堆套牢的人舍不得卖，舍不得割肉，而早期进场的那些人，他们现在也舍不得卖，觉得比特币现在价位太低了，卖了没啥意思，所以呢，比特币就在2万美金左右死扛啊。也不涨也不跌，或者说涨也涨不了多少，跌也跌不了多少，没什么流动性。于是呢，就给人造成了一种，比特币跌不下去了。近期相比欧元、英镑的跌幅，比特币的表现还算不错，而比特币的国际流通性又比法币强，所以呢，大家买比特币的欲望也就上升了。这就是为啥欧洲呀这些现在面临了比较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他们的货币贬值严重的情况下，有很多人选择买比特币的原因啊，因为涵盖的人数和你的这个资金比例不一样，而且呢，比特币现在它毕竟人群少，它跌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就那么几个人在玩，倒来倒去就那回事了。但是法币不一样啊，法币可是一个国家全部的人都要被割。好，我们再来说第二件事啊，那就是美元指数下降了。那美元指数下降对其他的投资产品来说啊，算一些利好，因为投资美元的利润下降了嘛，美元的上升期待下降了嘛，所以呢，其他的投资产品的吸引力反而就增加了啊。不过呢，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说啊，美国还是要维持美元指数强势的目标的。因为美国现在正处于釜底抽薪的阶段，各位，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啊，美国现在所有的举动都是以削弱他国、巩固自己的实力为目的的。他自己上升不了了，那他就想办法削弱别的国家，明白了没？包括最近的北溪管道被炸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我们下期再说啊，是很有可能，我个人认为啊，是很有可能会成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那万一打了3战了，其实你们现在赚钱呀、炒币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都打仗了，还要钱干啥呀？这个我们下期节目再说啊。还继续来说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下降啊，主要是因为现在美国的加息力量已经被消化了，而且距离下一次加息还有1-2个月的真空期。但是其他国家就开始调控了，控制美元汇率了。比如说，其他的国家开始加息，对冲你美国加息的效应，或者是像中国这样锁外汇、抛美债。于是呢，此消彼长，美元加息的力道削弱了，然后呢，其他国家的控制力度加强了，所以呢，美元指数的下降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所以这段时间啊，美元指数可能会持续的下降一定程度但也不会下降太多，具体还是要看各个国家的调控力度。不过呢，美元指数下降了就是下降了，所以呢，其他的投资产品，比如币圈包括美股，应该会回暖一些。好，我们再来说一下以太坊现在的现状以太坊现在的矿工都快被逼死完了，只有一点点还没有爆炸的难度炸弹的那些人还在勉强着挖，不过呢也没啥意思了，现在矿工基本上就已经死球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以太坊的基本面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根基会稍微的逐渐的变稳固。OK， 我们再来说一下人民币的事情人民币在近期有可能会出现回升因为中国是外汇强管制嘛，现在中国又出动了很多手段去遏制人民币的贬值比如说锁这些外汇公司呀，锁这些私营的有跟外国交易的跨国的这些公司呀，也包括大量的抛售美债来压制美元升值的效应。这些多管齐下的功能我觉得是多少都会有点效果的。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停止再去购入美元资产了其实
也可以顺便，就像我在加息之前，美元对人民币是6.8的时候，我说你们可以买一点美元。其实到现在啊，你是可以考虑套利，做一些利差的，因为在下次加息到来之前啊，美元是不会出现太大的涨幅了。那美元不涨的话，其他的投资产品就会涨了嘛。这几天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关注一下以太坊，包括我个人啊，我觉得索拉纳也是可以观察一下的。我自己是买了一点索拉纳SOL， 因为我观察到了啊，索拉纳已经是交易量非常低了，横盘了很久了。但是呢，它的基本面还不错，而且呢，融资的情势也还不错，所以呢，我就买了几千 U 试一试啊。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如果你们想要更及时的信息以及操作点位，保证自己的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拜拜，再见。